喂，周川老师。感冒了？啊？你怎么又感冒了？那天把伞借给老苗，淋雨了。老师，你这感冒的反射弧有点长啊。你住口！那你记得生病了要多喝热水，记得吃药前要吃点东西哦。冰箱里就剩你上次煮粥剩下的牛肉了。有一种东西叫做外卖，你没听过吗？行，就当我把伞借给别人，好心没好报吧。啊，等，不就是煮个粥嘛，我来还不行吗？多久能到？我快饿死了啊！再过1小时吧。现在晚高峰时间，公交很难挤的。挤公交？你没开车啊？那你打车吧。打车？老师，我转正月薪3800人民币，不是美金。啊。喂？什么叫哦？上车。哎呀，周川老师，看得出来你真的很饿呀。饿着了吧？我马上就去做饭。你跟他说话，他听得懂吗？我在跟你说话。那你为什么不看着我呀？哼。粥马上就好。但是我做完粥就走了，漯河神书还有1/4没有编校完，明天早上我要交差的。哦。每个月就3800，还不给加班费，你怎么没一把火把圆圆水给烧了呀？可能是怕坐牢吧。老师，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，咱们不用每次见面都那么针锋相对，偶尔也可以和平共处一下。哦，所以呢？所以我觉得有点尴尬，所以在找话题来聊。老师，我急着给你做饭，做完饭急着回家给你看稿子。如果明天交不了差的话，我可能连月薪3800都拿不到。所以，能不能请你安静一会儿，让我好好的把饭做完，然后咱们各回各家，各自安好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出去。喂，啊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又莫名其妙给我打什么电话啊？还没把你的网友加回来呢。此时此刻，正有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在我的厨房，穿着我的拖鞋，挥着我的菜刀，在给我和我的二狗做饭。居然有人不以下毒为目的给你做饭，是，真是闹鬼了。是闹鬼了，我居然感受到了生活，它竟然是个动词。那看来你这27年都是喝西北风长大的。阿姨做的饭不算，年轻小女孩做的饭算。老师，粥做好啦。啊，你房东说你们家门口修路，半个小时后停水停电。你怎么偷看人消息啊？他自己显示在上面的，而且很不幸，写文老一目十行是基本技能。
你这人啊，怎么不知道保护一下自己的个人隐私啊？设置一下不显示消息内容。一言不合就开始教育人。你家今晚停电，剩下的稿子怎么办？网吧，哪儿？网吧包夜便宜不停电，而且有电脑，随时随地可以跟你确认稿件内容。老师，你要是没什么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回来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带你去开房。你说什么？酒店还是我家，你自己选。有没有第三种选择？比如我刚才说的网吧？你想带着洛河神树去网吧，在一群网瘾少年之间编辑我周传得意之作？想好了再回答，否则我就把你扔进炼丹炉里炼成仙丹。